往前就踏上未知的路，那不存在的未来是我的徘徊，盲目跟着光，跟着风，坚守着什么？无形的伤害，无法再等待，一切都来不及更改。走出了黑暗，走进那曙光，展开你的心房，微笑了奢望，穿越了迷惘，双手迎接曙光，把过去永远永远永远都释放，寻找光，就算路上依然有风浪，再一次张开双手拥抱希望，不再被眼眶，也不再彷徨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在 Hot Nixon 波德森。波德森位于马来西亚森美兰州，是个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。我们入住的是当地一间著名的 Not One, Not Three, but 5星级酒店。你们看风景多么的漂亮！来，快点拍照！哇！我们出去一下哦。哎，蕾蕾，我问你，你觉得住一晚 villa 多少钱啊？你问这样多干嘛？又不是你付。哇 ，you very bad 哎！什么我 bad？你才 bad 吧？你不用出钱，只顾享受，却没有为莎莎着想，我们又没有逼他。难道你就不觉得奇怪吗？奇怪什么？平时我们说要吃顿好的，他都说去吃 kopitiam 还是 hawker center 就好，说什么浪费钱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们啊？比如中马票。你很夸张哎，他又不是送我们去外太空，只不过是住 villa 一晚而已嘛，需要中马票妹。你说的轻松，现在什么东西都贵哎。莎莎又不是什么富家千金，就连一份稳定的工作、一张信用卡都没有。哎，你记得吗？有时候吃饭还要我们垫钱呢。也对哦，他哪来这么多钱啊？我知道，吓死我！你说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。张莎莉为什么那么阔气？为什么那么有钱真的吗？ ？Of course。快说！哦，你们急什么啦？我都快饿死了。这里的食物价钱怎么样？哦，比我想象中还要便宜。快去吧。哎，都跟你说了，去到别人的地方不要动不动就说去，人家会反感的。要说性价比高。这边有外面人没？虽然这里性价比高，但是我不是很饿，给我们下一份。哦，one char kway teow, one special fried rice, And one latte too. no latte. That's all. 回去房间喝啦。对啊，我们要省点钱，替莎莎分担点房费。对啊，不可以让他花这么多钱。你们少替他担心啦，说不定他有钱没有地方花。丁志强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啊？从实招来。莎莎哪里来那么多钱？当小三二奶啦！哇，你们谋杀！谁叫你看不起我们女人的啊？对呀，我们非得当什么二奶小三才住得起大酒店啊？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你怎么知道？
我问过他啊。坐，哎，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个世界上呢，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，凡事都有可能。你们不会觉得莎莎神神秘秘的吗？这我同意。莎莎是很少跟我们说她的事，不过每个人都有秘密吗？不是吗？她的秘密就是当小三。我会这样推断呢，是有原因的，好不好？你最好跟我说出个理由来哦，要不然现在跟你绝交 Right now。过来。2、3个月前呢，我在上班的时候，我看到他跟一个男的走在一起。不需要。什么都可以啊，这个好不好？这是今天买给你。钱不是这么花的。你是我的宝贝，你要什么我都会买给你的。我要吃东西。 OK， 可以。你有没有眼花啊？我又不是7老80，我的 eyesight perfect 好不好？6'6"。你就这样子怀疑莎莎是二奶小三啊？难道是她的男朋友咩？那个男的看起来可以当她老爸了，而且还那么亲密耶。我不相信，我也不信。莎莎才不会跟老男人在一起。她不是跟老男人在一起，她是跟钱在一起。你啥意思啊？我是说那个老男人有点钱，哎，不是，是很有钱。你怎么知道？他的额头上面写着“我很有钱”吗？我是干哪一行的？踏进我店的客人，哪一个有钱，哪一个没有钱，哪一个有钱当做没有钱，哪一个没有钱当做有钱，我都看得出来。嘿，我可以吃了吗？哎，好吃，你们要不要吃？可是莎莎怎么样都不像是会去当有钱人家情妇的女儿呢。对呀、我跟 Coco 去当情妇也轮不到她吧？哦，她又不买名牌包，又不吃大餐，而且这一趟旅程还是她今天要去新山租车，说可以省钱的啊。我们还是搭巴士过关卡的，这也是莎莎的主意啊。而且你们记得吗？我们在 Cook Up 的时候，蕾蕾说她不介意当别人的小三二奶，莎莎一脸厌恶的骂。王淑蕾，你很丢我们女人的脸呢。对，你看她这么厌恶当小三跟二奶，所以他就是小三二奶。那至于他省钱不买名牌呢，那是伪装来的，因为他不想别人知道他的秘密。如果莎莎真的去当别人的小三二奶，那她可能真心觉得新鲜、刺激。也对。莎莎一向来非常的随性，想干嘛就干嘛，想不干嘛就不干嘛。话说回来，她现在在干什么？什么自由撰稿人啊？什么来的？我怎么知道？啊，那就是问题啦。照我说啊，他失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既看不起别人是小三二奶，自己偏偏就是小三二奶。你们在干嘛？喝咖啡，我们在喝咖啡。哎呀，你的头发这样乱，为什么不要吹啊？吹了。啊，这个要吹头发？他哪有条件当小三？那有些男人喜欢自然派的，natural。我们在说什么？啊？哦，没有，我在问他有没有花茶。你不是失眠吗？又不可以喝咖啡，又不可以喝花茶。有 chamomile tea。chamomile 好，帮助睡眠，帮助消化，养颜美容。不要，我要喝咖啡 espresso。 espresso？嗯，那 espresso 会不会太刺激啊？我就是喜欢刺激，反正什么办法我都用过了，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干脆就以毒攻毒。你肚子饿吗？刚才吃的那么饱，怎么会饿呢？那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我带你去个特别地方吃午餐。好啊。喂 ，Apple，我在你家啊，送小鱼回来，她在房里，你妈去超市了。谢谢你啊。等我开始训你，你就不会感激我了。我跟小鱼谈过了，她有错，你也有不对。我知道。既然知道，那就要知错要改。
OK， 好啦，进行下一个话题。不训啦。我训的还不够吗？那你先写篇自我检讨给我看看。你以为我是小鱼啊？现在方便说话吗？方便的话，就继续你那未完待续的麻烦事。你还记得那个小鲜肉吗？哦，高高帅帅，笑起来有2个小酒窝的。我还说要跟他来一场姐弟恋。他叫魏默生，反正就叫他 Y 吧。Y，W-H-Y，Y。他说他从小就喜欢问为什么，所以认识他的人都喜欢叫他 Y。你好像对他很了解哦。刘慧珍，不要告诉我，后来跟他搞姐弟恋的人是你。没有，我没这么想过。就是因为没那么想，所以一点提防都没有。嗨，这里。哎，啊，我在这里上班那么久，都不知道原来这里有家小店。因为位置有些偏僻，我也是偶然发现的啊。不过食物真的很好吃。什么？谢谢你愿意出来。走你吃午餐啊！还有，你说有件事一定要跟我分享。我考办成功了。真的，恭喜你啊！这个律师这个考试挺磨人的。我也是很担心自己过不了关，幸好有你的指点。是靠你自己的努力，还有那么喜欢问 why。决定进哪家律所了吗？应该会选一间小律所吧。不考虑大律师楼？是大律师楼不会考虑我。怎么对自己那么没自信啊？我有自知之明，我的大学成绩不好，大律所应该是进不了了，还是稳扎稳打，从小律所开始吧。那也好，你还年轻，一步一脚印，慢慢累积经验。我已经不年轻了。少在姐姐面前扮成熟。你其实可以当我的妹妹。这种撩妹的话，在我身上是没用的。说的是真的啊。我对吃比较有兴趣。这里有什么好吃的？有虾面吗？有啊，它的香港面还有干捞河粉都很好吃。是吗？那我们该点什么呢？不如交给我吧。好啊。哇哦，这就是交给你的结果。这样就不会有选择困难了。谢谢你。开动吧。好，我就是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如果早知道，就不会走错。人在犯错的时候都不知道有错，当你意识到有错时，错已经造成了。有时是你警觉到有错，有时是别人提醒你错了。当你着急想要弥补，才知道有可能会犯下更大的错误。你说的对。你最大的错就是连我都隐瞒，我哪会想到一发不可收拾。你别一直说我怎么知道他会这么想？更何况我比他大一截。你大他几岁？9岁。 9岁你就说一截，小姐你也不看看自己的本钱，要样貌有样貌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要气质有气质。不管男人女人，只要是人，不分年龄都会被你所吸引的。OK， 少来，你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吧？人家说你是狗吉拉，你就真的以为自己是生人勿近啊？那都是因为妒忌你。我当时只是想要帮他。法律实习生真的不容易，把你当打杂的多，真心想要指导你的少。
所以他想要问问题的时候，我能帮的我就帮啊。如果求助的不是小鲜肉，你会帮吗？是，我是被表象所迷 ，happy。所以你们吃了炒饭、炒粿条、炒河粉之后，就开始约会啦？没有，我没有答应他。那就是说，他有约你。我够了，你吃吧。我看你没吃几口啊。每一道吃几口就很多了，我吃的太饱，回公司的时候就会想要打瞌睡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心烦的事情，影响了你的胃口。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觉得你好像不是很开心。我跟你不是有说有笑的吗？那叫强颜欢笑。你不会又想问歪了吧？有时候有烦心的事别憋着，说出来心里会舒畅很多。跟谁说？你不会跟我说的啊，喂，因为你看不起我，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律师，看不在你眼里。我眼里有瞧不起你的意思吗？那就跟我说啊。你这激将法挺厉害的，不过大人的烦恼，小朋友是没办法解决的。那大朋友呢？我没有要解决，我只是想要聆听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换个地方。我没空，我要回公司的。那我再约你。不要，千万不要！所以才一句，千万不要。回去了他。还不够明确吗？我跟他又不熟，怎么会跟他说我家庭的事啊？那到底，喂，小鱼，喂，小玉没听到吧？干妈，怎么了？六个数学题不会做，你能帮我吗？可以呀，马上来。你跟我妈咪讲电话吗？哦，不是，是一个找我 counseling 的朋友。你先回忙等我吧。哦，没事，放心，下回待续，拜拜。哎，等等，什么事啊？对方打好一点。找什么啊？海龟蛋。迪生有海龟？嗯。小心啊！你看到这个吗？好漂亮哦！哇哦。宝贝啊，我想起小鱼了。他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些贝壳。我们一说要出国旅行，他就一定要去一个有沙滩的地方。他还可以在沙滩上待一整天，吃这些贝壳，他不累，我们都累垮了。一眨眼，小鱼都长大了。一天天长大，一天天的离我们越来越远。是吧？你想起小时候的小鱼了？其实我们还来得及帮他生一个弟弟或妹妹。你还敢说？锁上了。找找钥匙啊！谁在屋里啊？慧珍，是我们妈，爸，慧珍，你们进我房干什么？你房，不是你和方达的房间吗？哎，怎么生气了？我们又不是进去偷东西。我们把登记呢交给方达，让他帮我们办点事情。我们是想来拿回登记的。那你通知方达了吗？
哎呀，方达不是在上班吗？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我们来拿点东西，还要通知这个通知那个。你房间有没有什么见不得？好了，少说2句。是啊，慧珍，你不是在上班吗？哦，今天有点不舒服，看了医生，回来休息。那你好好的休息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哎，慧珍啊，我说呢，有些药还是少吃一点。哎，不，还是别吃，对身体很损的。我没吃什么药。你房间抽屉里那2排不是药吗？老婆，慧珍啊，你不用担心。我认识一个很著名的妇科医生，他很有经验的。他也说啊，现在的人迟婚，也迟生育啊。我们没打算再生。你们，你是说你跟方达的决定吗？是。可是，方达可没有这么说啊。那方达怎么说？他是说，你们希望给小鱼添个弟弟。你也知道我爸妈一直希望我们再生一个。我们想要给小鱼生个弟弟，是你随口说的。你随你就好，干嘛把我扯进去？我什么时候想要给小鱼生个弟弟？还弟弟？你不如随口说，我们想要给你们张家传宗接代。好了啊，你不要那么激动。我就是被问的急了，就一时敷衍他们一下。还有，你也知道我爸妈，他们说话总是那么随性，尤其是我妈，你不用跟他们认真的。所以，他们进我房间，开我抽屉，看我吃什么药，也不用认真。他们不是有意的，都是我不好。他们提醒我很多次了，我一直忘记把登记还给他们。他们为什么有我们家的钥匙啊？我给的。我担心曼用走了后，小鱼一个人在家不是很安全，就给他们一把备用钥匙。如果我们一时走不开，可以通知他们上来看一看了。那你能不能告诉他们，上门之前先通知一声，不要像上回那样大家都尴尬。上回？什么事啊？上回他们忽然上门，我还在厅里给小鱼喂母乳。喂奶？小鱼都13岁了，这件事你还记在心里啊？我怎么可能忘记？我当时慌乱了，差点把小鱼给摔了。他们又不是外人，况且，女人哺乳是很神圣的事啊，你知道吗？有很多母亲还把他们哺乳的视频放上网。那一样吗？我要隐私，绝对的隐私。再亲的人也不应该不打招呼就上门，还大咧咧进我房间，看我抽屉，看我吃什么药。好，我会提醒我爸妈的。OK。把钥匙拿回来。需要做到这样吗？我们搬来这间公寓，电器、沙发都是他们送的。
这是两回事。那小鱼呢？你放得下心吗？要是小鱼一个人在家出了什么事，怎么办？我决定了，让我妈过来住。你决定之前，难道不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吗？我现在就是跟你商量。你都决定了，还商量什么？就是那样强势。对方他好一点。还在找贝壳？我不是在找贝壳，你找什么？找记忆啊。那记忆找回了吗？嗯，找到了。怎么了？要不是来到这里，我看我们忙得连回忆的时间都没有。人本来就不应该活在回忆里。我倒觉得回忆一下过去也没什么不好，怀念以前，你才会珍惜现在。怎么办？从哪里来就往哪里去。走吧。啊！谁要出去走走啊？哎呀，走什么走啊？你一整天就顾着玩。Coco，你真是傻乎乎的。什么傻乎乎的？不就是出来玩吗？你们在干嘛？喝咖啡？免费的喝够本啊？我帮莎莎泡的。他不是刚喝了一杯 espresso 吗？他说不够，要多喝1杯。人家受刺激喝酒，他喝咖啡啊？所以我们才担心他啊。他一定是有事没有说出来，憋在心里，憋到出问题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想办法让他把心里的话给说出来。我说你啊，笑得甜丝丝的，肯定有好消息。你看，女儿会写诗了。女儿，妈妈，请你别生气。不是吧？她不是最怕写作文的吗？一定是 Apple 要她写检讨，她就写了这个来交差。妈妈，请你别生气。女儿不是没出息，也不是要违背你心意，她只是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顺便寻找人生的意义。没去想妈妈的顾虑，是女儿不够心细。妈妈，请你别生气。女儿再犯错，就对我一脚踢。这小鬼啊，古灵精怪的。不过看他七拼八奏，还算真诚。可能是用 AI 写的呢？不可能吧 ？AI 写不出这么有童心的诗。
你说我该怎么回他？你就回女儿，希望你是真心诚意，Daddy 妈咪给你加油打气。果然是你的小宝贝。对啊，跟我一样聪明。我去洗手间。嗯。魏默生，我已经恢复你的手机号码了，你还跟踪我？不是跟踪你，我只是想要跟着你的脚步，走你走过的地方，呼吸你呼吸过的空气，看你看过的景物，捡你捡过的贝壳。你莫名其妙。爱你就是这么莫名其妙，这么义无反顾。知道，不会是你今生的唯一，但是你却是我一生的最爱。你完全不尊重别人。因为你在欺骗自己，你明明已经不爱他了，明明被这段婚姻折磨得痛苦不堪，但你选择骗自己，说你自己很好。够了，我的婚姻怎样，与你无关。怎么会跟我无关呢？你跟我说，你每天回家面对这个已经没有爱，只剩下责任的男人，你有一种快要被窒息的感觉，你很想要逃脱，你求我救你。我没说过这样的话。你有。这些都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。拜托，请你清醒一点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根据你所提，把合约再过一遍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来，小鱼吃饭了。小鱼，小鱼，要到了，要到了，要到了！快点，快点！要到了，快点！一天到晚打游戏，饭也不吃，书也不读，你是打算当个游戏玩家，还是发明电竞椅？昨天考得那么烂的成绩，今天若无其事，哇，你真的是可以拿得起放得下。我今天特地赶回来给你做饭，你连出门叫声妈咪都懒。我叫你出来吃饭，你应都不应声，你是公主吗？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，我已经帮忙赚钱，给家人洗衣煮饭了。还有，我一直跟你说什么？我说不要一直戴耳机，不要在关灯的时候看手机。你有把我的话听进去吗？等你聋了、瞎了，你哭都没有眼泪。我跟你说话。懒得回我是吗？好，那你听好，从现在开始。WiFi 时间由我限定，还有手机没收。不要！原来你不是哑巴，还可以说声不要。不让你用 WiFi，拿走你的手机，你就抓狂了。手机拿来！不要！拿来！我说最后一次，拿来！吃不吃饭？不要不要不要！不要！那就别吃。
我8点有酒会，我还有时间，我回来换件衣服。小鱼呢？怎么没吃啊？你把菜都倒了，小鱼还没吃呢。他说他不吃。我讲过他了，我说不能跟妈咪斗气，有话好好说。妈咪不是个不讲理的人，你就别生他的气了。假期那么长，他很多同学都出国玩，我们就偏偏忙走不开，看我闷在家里有够无聊的。还有，现在的孩子，有谁不打游戏呢？你是不是订了电竞椅给他？是啊，那是根据身体力学设计的，他还在发育，这对他的成长有帮助。你是在奖励他吗？嗯？你觉得他的成绩很好，很满意，所以想要嘉奖他吗？不是啊，那张椅子是在成绩公布前就定了。退了。不能退啊！那就转卖。你需要对小姨发那么大的脾气吗？不就是 PS 而已？是，小姨的成绩是跟我们的期望有落差，但也没差到哪里。你需要对她发那么大的脾气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发脾气吗？他说他不知道你回来，也没听到你叫他吃饭。他魂都飞了，耳朵被塞住了，哪还管我这个吗？是，小孩不对是要教训，但是不是忽然大发脾气，又甩又扯的，孩子都被你吓到了。他吓到？你没有看到他刚才瞪着我的样子，把我当仇人似的。你这不是在教孩子，你这是在恐吓。是，我应该像你一样。他考到差的成绩，你帮他找理由；他做错事，你帮他找原因。还有，当一个有求必应的好 daddy。你知道吗？我发现我没办法跟你好好谈。那就不要谈。控制他上网的时间我同意，但是没收他手机就不必了吧？你不认同？那你就买新的手机给他。嗨，喂，怎么那么巧？我们经常见面，这叫缘分。你是不是有点醉了？嗯。那怎么连约了我都忘了？我约你？嗯哼，不可能。我约的是我的好朋友 Apple， 他没空，我就改约了 Yvonne。那你应该是发错信息了。不可能。
，sorry， 真的是发错了。没关系，那我先回了。既然来了，喝一杯再走吧。我不会喝酒。我认识的律师，没有一个是不会喝酒的。我在律所的同事也都喝酒。Gin tonic， 坐。这个容易喝。蛮好喝的，谢谢介绍。怎样？律师生涯还顺利吧？这个菜鸟律师还在努力适应当中。我也是当菜鸟律师的时候学会喝酒的。我们的压力大，喝酒可以帮我们减压。所以你今天是来解压的？你又想施展你的那个读心术？我不需要读心术，也看得出你闷闷不乐。上回你说我强颜欢笑，这次我闷闷不乐，我变怨妇了。不是，能力越强，烦恼越多。你打听我？不用打听，你的名声够响了。除了能力、效力，还有多一个，美丽。Thank you 。那你说，除了工作，我还会有什么烦恼？家庭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可以聆听。我不想那就等我喝醉再说吧。因为分手以 Cheers 前要先学会好好道别。我不要潦草的离散，因为除了离散，可以打开一页新的篇章。再爱我一遍，用你的眷恋，只有心甘情愿的妥协，不必有太多的埋怨。再抱我一遍，暖我的心田，只有你那温厚的容颜，才能春雨窒息我的心间。我不想就这样分手，因为分手以前要先学会